魏无羡点点头，有这个想法，但还是问问你嘛，你叔父喜欢什么，我也拿不准，只能乱猜喽。前面的蓝曦臣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回过头来，无羡你想要这个，那让忘机给你拍吧，我代表的是云深集团，拍下的东西也不能算是我自己的。忘机出手，就算做是忘机私人买的，也能直接送给你。魏无羡被带着来到最前排视野最好的位置坐下，周围的人发现蓝曦臣到了，纷纷议论了起来。而另一边的金光瑶看到他们来了，探过头跟蓝曦臣打了招呼。反倒是隔了几个座位的金子勋，见到魏无羡居然是跟在蓝忘机身边来的，而且明显毫发无损，顿时脸色铁青，手脚都哆嗦了起来。不过他从未听说过魏无羡和蓝家关系有多深厚，看来是魏无羡中药后缠上了其中一位，这绝对是个天大的丑闻。想到这，金子勋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，偏过头跟自己最信任的助理吩咐了几句，那助理面露难色，最后被金子勋小声威胁了一番，这才点头答应，跑出去打电话了。由于拍卖场里灯光昏暗，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个小助理的去留，倒是离得近的金光瑶发现了，皱了皱眉没有说话。因为身世的缘故，他跟金子勋关系并不亲密，也不知这人又在做什么蠢事。金光瑶已经不想再给他擦屁股了，所以想了想就没有管，只是发了条短信令人注意一下金子勋助理的动作，以防这蠢货拖累了兰陵集团。同样注意到的还有常年从事刑警工作的蓝忘机，不过他想到已经通知了当地警署，在这期间无论金子勋想做什么，有他在，没有人可以伤害魏无羡。所以蓝忘机更加留心了魏无羡的情况，低声在他耳边道：魏婴，不要离开我身边。刚被这人从内到外牢牢地占有过，在听到他低低呲呲的声音后，魏无羡浑身都软了，他手轻轻一颤，跟蓝忘机十指交扣，轻轻靠在他肩膀上，轻喘着，一下没回过神来。哦，我知道，我怎么舍得离开你？都分别2年了，我可想你了。蓝忘机忍不住偏头吻了吻他的额头，轻声道：我也是。还好是如此昏暗的环境中，他们又是坐下的，否则他们在如胶似漆，魏无羡也不敢这么撩拨蓝忘机。现在一点一滴的亲密和情话，令两人心中颇有种偷偷干坏事的感觉，既刺激又甜蜜。尤其是蓝忘机，他从小就是循规蹈矩的性子，只是对魏无羡的思念和爱意，还有刚标记过后对自己 Omega 的占有欲，令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，居然在公共场合做出这种事来。蓝忘机觉得自己耳根早已滚烫，低下头脸去了眼里波涛汹涌的情绪。蓝曦臣与周围一些认识的人打完招呼后，看到聂怀桑居然闭着眼睛捂耳朵，奇怪地问：怀桑，你怎么了？聂怀桑猛烈地摇头：曦臣哥，你帮我看看，他俩还说话不？蓝曦臣看了眼靠在自己弟弟怀里的魏无羡，两人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看着台上拍品，似乎还在犹豫拍还是不怕，于是开口：怀桑，他们没说话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聂怀桑松了口气，松手睁眼：魏哥发起狗粮来还真是旁若无人，我应该再坐远点的。蓝曦臣没听懂，探身过去小声对魏无羡道：介绍完5分钟后就要竞拍了，无羡，你想不想要这个？叔父一直很欣赏这位大师的字，你若是送给他，他会很高兴的。真的？魏无羡也笑了，那我们拍吧。蓝忘机点点头，我替你拍。没事的蓝湛，我有钱。魏无羡抬头挺胸，我又可以为你买了。哦不对，这次是为你叔父买。蓝忘机顿时回忆起当初魏无羡带他上街给自己买衣服的情景，柔声说：不必，我是你的 alpha， 理应我为你花钱。更何况蓝忘机觉得魏无羡已经是自己的人了，花谁的钱都是两人的共有财产，不必分得如何清楚。魏无羡转念一想，也不再坚持，笑着说：那好吧，虽然给你叔父的礼物用你钱好像不太好，不过咱俩谁跟谁对吧？你的就是我的，你拍吧。蓝忘机摇头：你来拍，我最后付钱就好。这样拍卖最后出具的证明是魏无羡拍下了拍品，蓝启仁看到会更高兴。这时已经有许多人开始竞价，因为这位书法大家实在是真迹极少，也是一位偶然得到但却不热衷收藏字画之人贡献出来的，
但在座不乏有识货之人，几次叫价就高达200万美金。魏无羡想想这个价格，顿时稍稍觉得有点肉疼。他虽然现在身价倍增，也拿得出200W，可毕竟这是古字画，放在懂的人眼里可是无价之宝，炒成天价都有可能。蓝忘机见他有些退却，轻声问：“还买吗？”魏无羡想了想，想要好好讨好蓝启仁的想法占了上风，当即举牌，大不了就真的用蓝忘机的钱好了。拍卖师立刻道：“魏无羡先生出价300万。”一下子就加了100万，令场面顿时静了静。这幅画的市场价大约在200万到300万之间，所以魏无羡决定直接叫到300，也算是一种震慑。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后，拍卖师已经叫到了300万，第二次就要落锤，一个讨厌又刺耳的声音突然打断：“400万！”魏无羡蹭地站起来：“金子勋，你特么干什么？”魏婴，蓝忘机赶紧站起来拉住他：“别理他。”金子勋洋洋得意地开口：“怎么魏无羡，我也想要这幅画，怎么只许你加100万，不许我加？就凭你一个专出卖身体的 Omega， 也敢跟我兰陵集团争东西？你也配！”在魏无羡发作之前，金光瑶挡在金子勋面前，冷冷地道：“子勋，坐下。魏先生是我们请来的贵客，怎可如此无礼？还有这么多人在，别影响拍卖。”金子勋不屑道：“金光瑶，别以为你现在帮着子轩管理兰陵集团，我就会怕你。魏无羡是个爬床的贱人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果然是一路货色，怪不得替他说话。别忘你充其量不过是个话还没说完，金子勋就被一阵强大的信息素压得一屁股跌在了地上，半天都没起来。好了，两位别吵了。阿瑶，你也别生气。蓝曦臣见弟弟已经非常不悦，连信息素都压过去，更影响到周围的客人，只好做个和事佬。金子勋先生，魏无羡是我们云深集团带来的，你若是骂他，那就是骂我蓝曦臣。这次看在阿瑶的面子上，希望下次你能记住该怎么说话。蓝曦臣已经知道蓝忘机通知了警署，所以觉得若是对金子勋苦苦相逼，将他赶出慈善拍卖，若是他跑了，可就抓不到人了，不如稍稍让一步。蓝忘机冷冷地看着金子勋，搂紧想要上去揍人的魏无羡，余光瞥到已经被争吵惊的停止动作的拍卖师，淡淡的举了牌：600万。啪嗒，魏无羡手里的牌子掉在了地上。聂怀桑嘴巴张成了 O 型。蓝曦臣倒是愣了愣，随即非常欣慰地笑了，原本因金子勋而生出的怒气也消了不少，悄悄跟金光瑶说：“太好了，忘机终于愿意用我给他的零花钱了。”金光瑶道：“怎么忘机不用二哥给的钱吗？”